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新疆生命的禁区罗布泊。在罗布泊沙漠的地下呢，惊现了钢铁工程。地下洞穴中还出现了神秘的机器和老式的放映机。在罗布泊还发现了保存完好的楼兰古城遗址。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沙漠中的地下基地。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为了寻找吐鲁番火焰山下的切里文明的踪迹呢，新疆金石研究员袁森呢和拉木就来到了阿勒泰山下的茫茫冰川之下。在哈木巴塔尔神木似乎藏着一个文明迁徙的秘密。发现这里的地图呢，居然指向了生命的禁区罗布泊。探险队的罗布泊之旅拉开帷幕。在那里呢，他们根据一位100岁罗布泊老人讲述的故事，前往了沙漠深处，寻找传说中的伊比利斯魔鬼古城。4个人在沙漠里意外地发现了一座古城。他们顺着墙根走呢，找到了一扇废弃的城门。城墙呢是由夯土建成的，上面有不少战争留下的创伤。古城的城墙非常厚实在冷兵器时代呢，依然是易守难攻的一个城池。袁森极度的费解说沙漠中气候恶劣嘛，这种夯土城墙经历千百年，不可能保持不塌的呀。他伸手去触摸城墙上的凹痕呢，一摸之下呢，竟然摸了个空，手呢轻易地穿过了城墙。他当时心下就大惊城墙像虚无一样，任他怎么触摸呢都是空的。拉木直接迎面跨进了城墙，还在里面走来走去。而在他们的身后1米外呢，居然还立着许多的这个木桩，城墙内呢也满是木桩。这一点呢就验证了古城其实是笼罩在栎木森林上面，它更像是海市蜃楼一样的东西。可是现在天没有亮的，也没有太阳，怎么会有海市蜃楼呢？袁森当时就百思不得其解。那虚空的古城呢，就像幻觉一样出现在他们面前。如果不去触摸呢，就非常的真实。他还可以看见10多米高的这个城楼下面有一块凹陷下去的牌子，上面写了一串字符不知道写的是什么。他们在古城中搜寻呢，一无所获。无奈之下呢，只好继续前行。不久之后起了沙尘暴，几个人昏头转向的，一不留神呢，居然沉入了沙坑之中。袁森模糊的意识到，能够感觉到身体在急速下沉，夹杂着热气的这个沙子呢，裹着他一路下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他的身体居然撞上一个硬东西。他摸了摸自己躺着的地方呢，地面上全是方砖。他和拉木一起掉了进来。师妹和王慧呢，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袁森打开了手电筒呢，利用金属探测仪就发现地下似乎有一些东西。当他们挖开地砖，露出了一些深不见底的大洞，不知道通向哪里。下到洞中呢，2人大吃一惊前面几十米的地方呢，有一根钢铁的柱子。那柱子从下面伸出来，倒很像是输油管道。袁森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沙漠深处会有这种现代化的东西，而柱子极其的粗大，怪不得金属探测器隔着那么老远呢，还能够探测到。那到底有谁会在沙漠的下面建造这么大的一个铁柱呢？2人打着手电筒朝下看呢，一看震惊不已。深洞下面不是一根铁柱而是许多根，而多到无法计算的程度。这些铁柱呢相互交错，7、8米长为一截，在洞底下呢组建成了一座类似于钢铁支架的东西。而那架子呢又极其大，以有限的手电光呢只能照到铁架的一小部分。它更大的结构呢是隐藏在深洞的下面。那铁架相互交错在一起，就组成了许多个立三角和倒三角形，而这些三角形呢又组合成了更大的三角形。依稀可以看到呢，铁架子的2面的部分是如何分布的。如果说这项工程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古人的杰作，那几乎是毫无可能。以当时的科技和国力是没有可能完成这种工程的。那到底又是谁建造了这些工程呢？于是他们顺着这个柱子往下爬，粗壮的立柱的轮廓呢渐渐清晰了起来。那东西很像是用几个巨型的油罐呢拼合而成的，近看呢像是一堵金属墙。立柱的周围有许多固定用的金属架子和铁壁，金属架和铁壁的另一个支点呢就是外围的铁架，而它们相互咬合呢，支撑着庞大的立柱，倒像是等待发射的火箭一样。下去之后呢，才发现这是一个废弃的军事基地，而王慧和巴哈尔古丽呢正在于此。原来沙暴的中心就是一座沙漠古城。沙暴停了呢，王慧与巴哈尔古丽就进了来，发现这座古城呢就是热尔曼口中的伊比利斯古城。他们在城内发现有其他人的踪迹，一路跟踪到了这里。听说伊比利斯古城跟古楼兰人有关，而里面藏着古楼兰灭国之谜。袁森就拍了拍立柱的表面呢，里面响起轻微的回声，从上面到下面居然都是空心的。他们越过了基地上的道防护墙呢，下了基地往前走了一程，
在靠近山洞墙壁处找了一个隐蔽的入口，入口呢也属于工程设施的一部分，还设了铁门。4个人进了铁门呢，门下是一条倾斜向下的水泥道，他们下了将近有30多米的落差，才算到达了平稳的地面。这里面空间很大，还摆满了很多黑黝黝的机器，手电光照上去会发出一层黑亮的光，看起来呢非常的壮观。几排几排的机器呢围成一个回字形，他们从缺口钻进去呢，回字形的里面是一个立方体的粗柱子，粗细就跟基站上固定架子的立柱一样，只是金属的材料有所改变，而全是那种瓷器一样反光的金属。袁森就围着这个立柱转了一圈，他在立柱的下面就发现了一个黝黑的金属盖子，而那个盖子呢长有2米，盖子下面的方口呢黑乎乎的。袁森就拿这个手电筒向下照去，照到4根靠拢的金属柱子，看起来像是4只钻头，而4根柱子呢一直延伸到洞底看不见的地方，看起来非常的诡异。最后他们一致就认为罗布泊沙漠地下建造这么大的空间，难道这是远古文明遗留下来的航空发射基地吗？机械群后面呢有大片的木头墩，高呢不过1米看排列的样子呢很像是剧院里面那种观众席。而袁森穿过山洞里面，拿手电筒横色一扫呢，立刻大吃一惊，原来那些木头墩中间还坐了一个人，那人背对着他，穿了一件黑色的中山装，坐得4平8稳，距离他们大概有几十米远。于是袁森从侧面绕过去看到那人的脸上的皮肉都干瘪了下去，脑袋呢比正常人大小缩了一圈，他还架着一副黑框眼镜，只是眼睛里没有了眼珠嘛。当时袁森就大惊了，说这人的长相酷似在罗布泊失踪了的彭教授而王慧呢把手电筒一抬照到正面的山壁，山壁距离2人的位置大概有30多米远，山壁上呢就挂着一幅陈旧的幕布。袁森就退到了山壁的旁边那里有一块绿帆布，他掀开布呢就看到了一台生锈的机器，是一台老式的放映机。而袁森拨动录像带的卡轴呢，放映机前面突然就亮起了一盏灯，立刻就将前面山洞上挂着的幕布照得通亮。几个人最惊讶的不是放映机还能使用，而是这山洞中到现在居然还有正常的供电，附近呢没有水源，也没有他们所知道的发电条件那这些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袁森摇动了手摇柄呢，幕布上划过了一个黑影子，那影子跳动了几下，变成了一个人，正是坐在那木墩上的彭教授。画面持续了2分钟呢，镜头又朝前挪对准了幕布，上面出现了一幅简图。那图非常简单线条像是用铅笔画的，一只耳朵的形状。王慧这时候就想到了什么说罗布泊在卫星上呢，就像是一只人的耳朵形状。于是他翻出地图呢，克拉库顺的中心现在是盐碱滩，从卫星上看这里呢，罗布泊的这只耳朵的耳眼呢就是那儿，而罗布泊的样子呢就是整幅图纸的耳垂。王慧又在这个耳垂和耳朵眼2点之下画了一条线，再把线延伸到了图纸的边缘，耳垂处呢就是伊比利斯古城。而耳孔这儿的位置就很奇怪了，肯定是最值得怀疑的地方。于是4个人翻检了一番，立刻就返回了地道的入口。袁森他们呢上到了沙包上，都瘫痪在了热沙之上，只有王慧站在最高处呢，拿着望远镜到处观看。王慧就告诉他们说接着要前去克拉库顺了，也就是地图耳孔的神秘之地，那里才是真正藏有罗布泊神迹的地方。王慧给他们讲了一个故事，说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呢，被称为敦煌大盗的探险家斯坦因呢，在库姆塔格沙漠呢就发现了一具彩塑的独木舟形式的棺材，而棺材上呢就画着奇异的图形。打开彩棺呢，里面是一具尸体，那尸体呢非常的奇怪，它只有1个人的骨架，却有4手4脚。这个时候袁森立马就想起了火焰山下的4手4脚怪人。在吐鲁番火焰山下仅有着关于怪人的壁画呢，还找到了一张褪下的皮。那这怪人被切利人崇拜身负异能，可以倒立在石柱上爬行如飞。可后来呢，那一具彩棺半夜不翼而飞，可能再一次被风沙所掩埋了。斯坦因呢留下从彩棺里找到的一处文字，回国之后就破译出来他凭借着这个就派人又回到了南疆，几经周折呢，终于找到了4手4脚怪人的身世之谜。他是切利人崇拜的神，而切利文明呢被高先知屠城之后他率领的一小波族人就从库姆塔格沙漠呢试图回到罗布泊，剩下的切利人贵族呢则跟着他们的国王逃到了阿尔泰山。那位国王呢就是哈木巴尔阿尔塔什呢。根据资料分析呢，4手4脚怪人回罗布泊呢是为了送一个铁箱子回到他该去的地方。袁森他们在火焰山底下空间曾经发现过一个铁箱，
这么说，怪人的铁箱就是来源于地下空间喽？难道他送走的就是另外一个铁箱子吗？王慧继续讲到啊，怪人把那个铁箱子成功送到罗布泊之后呢，他在返回火焰山的途中啊，就死在了沙漠里。随行的切利官兵呢，就把他葬在了沙漠中。而碰巧1000多年后呢，这具棺材啊就被风沙吹离了沙包，被斯坦因给发现了。当时的他呢，因为盗宝的劣迹呢，被政府拒绝入境，便在国外呢花心思聘请探险队帮他实现破解采棺的秘密。历经了几十年时间呢，这些秘密呢终于被他解开了。袁森就问道那个铁棺里藏的东西，斯坦因没有查清楚吗？王慧就摇了摇头说也许需要亲自前往那个地方，一切的秘密呢才会解开。几个小时之后呢，他们就回到了阿布旦村，在沙包里刨出了越野车，直奔克拉库顺湖。按照录像带上描下来的地图呢，锁定的位置依旧宽泛，没有办法具体定位。地图上极小的一处地方呢，在实际的位置上被放大了无数倍。要找到地图上的耳眼呢，根本没有办法下手。4个人都犯了难。而王慧思考良久之后从包里拿出了那个之前捡到的黑色罗盘，那是托克塔阿洪棺材里发现的于氏指北针王慧在盘里倒了一点水，于是盘子里的磁针呢立刻飞速旋转了起来。转了片刻呢，就在一处方向上摇摆不定。王慧就顺着这个指针的方向一路快走，走到一处凹陷下去的这个盐碱地处磁针像发了疯一样的开始旋转。看来呢，王慧说就是这里了。袁森就蹲下来用这个匕首砍那个盐碱块，砍了半天呢，才砍掉一小块。如果这里有问题呢，也是在这个盐碱滩的下面凭他们几个人要撬开这个盐碱滩几乎没有可能。于是王慧思考之后便让其他人找了一些石头之类的东西在这个可疑的位置呢做了一个标记。随后他们就驾车去了一处信号好的位置呢，用电话向田博士汇报了情况。田博士不久之后呢，让他们等在原地，立刻调集这个工程队呢前来支援。工程队在这个盐碱滩标记的地方挖了1周左右，圈定的范围的盐碱滩挖了几十米深。终于在一个晚上呢，工程队队长就叫嚷着冲了进来，说挖到了东西。盐碱滩下面呢，居然有一座古城。而田博士和4人跟着这个工程队长就去了作业现场。现场挖掘的机器停止了，半径20米深的这个大坑下面亮着大功率的探照灯，而40米深的地下一座完好的古城就屹立在那里，显得呢又突兀又神秘。一般人极为震惊。这个田博士呢就跟着袁森4人另加3名战士呢就乘坐升降机下了古城。因为古城被这个盐碱壳所包裹着嘛，所以挖开这个盐碱壳里面的古城的原貌如同昨日一般，城墙都没有丝毫的损坏。进了城门呢，赫然就看到了城内屹立的一块巨型的雕像，而那雕像细眉大眼，两颊下削，身体修长，戴着插满了孔雀羽毛的毡帽。那雕像的气质容貌呢出尘脱俗于是所有的探险队员呢，上至田博士下到小战士呢，无不被这个雕像的容貌所倾倒。大家都看了好一会儿，田博士这才说道这女子呢跟你们在火焰山底下发现的女尸活脱脱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完全就是一个人所有见过女尸的人都发现了这一点。当他们进了城了，里面有宫殿数间，宫殿里面的许多壁画呢，他们大略看了一下，然后就猜出来这个女人呢就是这里的一帮之主了，身份显赫。他们还在这个壁画上发现了4手4脚怪人以及切利人铁甲骑兵的踪迹。田博士就让人描绘了这些壁画，当做重要的资料收藏。而田博士还发现了不少官方文书的残片，他现场就鉴定呢，断言这座古城呢就是楼兰人的古城，而宫殿的女主人呢应该就是楼兰女王。探险队在一座宫殿中发现了一口深井，那井呢已经枯竭。工程队长就用现代高科技的方法呢，试图探测古井深度，用尽办法呢也没有办法测定古井真正的深度。据说呢已经超过了他们探测器的极限了。而田博士呢就把古城里收集的资料全部拿回了巫室，请相关的专家研究。1个月之后就得到结论，按照壁画上的意思呢，古城里的女雕像呢就是楼兰末代的女王，而这座古城呢就是楼兰城附属的城市。而当时的楼兰古城呢极度奢华，因为一种离奇的瘟疫居民大量的死亡，女王只能携带着贵族躲避到了这座小城，小城也没能躲过这场瘟疫城内的居民呢一个个死去甚至还有极少数的人当时发生了变异，生出了4手4脚出来。直到有一天呢，一支打了败仗的塞种人军队经过这座城市，楼兰女王就心生一计呢，
他以国内变异的四手四脚怪人为诱饵，说塞种人想要东山再起，唯有拜城内高人为神，否则永远只能逃窜下去了。而塞王当时不信嘛，楼兰女王就为他展示了城内这个四手四脚怪人的古怪样貌，还操纵着他表演了多种奇异的技能。而塞王当时就惊为天人于是就臣服。而楼兰女王就为塞王献计让他带着城内2件宝物前往克鲁沁火焰山定国，以葡萄为食，当立定脚跟之后必定重新复国。塞王臣服就对楼兰女王言听计从，于是楼兰女王就带着宝物和四手四脚的怪人离开古城去往鲁克沁，而留下了他的臣民。他就判断离奇瘟疫的由来正是城内2件不祥的宝物，便以自己的牺牲换取了臣民继续生存下去。而楼兰古国遭受了瘟疫灭国之后一部分人迁去了纳支，还有一部分人就留在了罗布泊附近，就是后来的罗布泊人了。而楼兰后裔带着求生和探索灭国之音的梦想活着，他们代代繁衍，一直没有找到那场瘟疫的根源。从罗布泊回到乌市之后袁森就沉浸在了困境之中。他就想，这个火焰山下的这个女尸谜题已经解开了，火焰山下的切里文明就是一支北逃的塞种人部落，所有的疑团的关键就是那一对古怪的铁箱子。而铁箱子导致了1000多年前的楼兰古国沉入了沙海，又让一支普通的塞种人部落成为了火焰山下的神秘传说。而如今另一只铁箱子又在何处呢？那么好了，故事宇哥也就讲完了。